好了，我把背面的那一块刹车皮也给放下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已经磨没有了，已经磨到铁了，看到没？两个对比一下，一点都没有了。大家好，看到我穿的脏脏的，就知道我今天又要干活了。没错，现在已经是4月中旬了，家里的2辆车都要把冬胎换下来，换上夏胎了。前阵子我家领导说，Suburban 刹车踩下去行程比较长，刹车距离也有增长的趋势。那我个人感觉是有一点。然后前2天又听到刹车的时候有一些异响，也就是磨铁的声音。那我就知道这个换刹车这个事情已经躲不过去了，所以赶紧从 Amazon 上面下了单。上一次我们换这个刹车盘和片是大概在车子4万公里之前的事。这一套刹车用的时间不是很久，一方面是因为要拖 trailer， 所以刹车载荷比较大，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跟这个刹车片的质量有关，比较偏软，所以磨得比较厉害。通常刹车用个5、6万公里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但是我们这一套4万公里不到就已经磨到铁了，所以必须把它给换了。看一下有问题的是这个刹车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都已经磨到铁了，然后铁屑到轮毂上都已经很明显了，盘也被磨得一塌糊涂。这套刹车盘是我在 Amazon 上买的，当初前后一共花了400多块钱，4个盘配上它的刹车片。那这次我想着我们trailer拖的比较多，所以又把前面2个给它升级换了更好的，2个盘加片要跟当初的4个盘片价格差不多，也要400多块钱。现在我们趁着把轮胎调换的机会，就把这个刹车也给它换了。一会儿轮胎卸下来，我们看一下到底里面磨得怎么样，更直观的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干活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把右后那个轮胎卸下来了。车子好几天没开了，轮盘表面已经有点锈蚀了，但总体还 OK。看一下这个刹车片，它其实还有0.8厘米这样子的厚度，大概还能用个1年左右。OK， 这是左后的一个刹车情况，大家看一下，盘面还是老样子。有点锈，皮还是有0.8厘米左右。好，这是我们右前的一个刹车盘的情况，就是这个已经有磨铁了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刹车片，哇，已经基本上没有了，看到不是很真切。那我们把它拆下来看一下。要换刹车的话，就是先要把那个卡钳给它卸下来。刹车卡钳卸下来，就是靠把这个螺丝和下面这个螺丝给它卸掉，然后就可以下来了。好，干活。好，我们要打算开始卸这个卡钳的螺丝了。我这个车是用19号的尺寸。大家如果锈蚀比较严重，可以喷点 WD-40。好，卡钳卸下来以后，我就可以把这个刹车皮给它拿下来了。看一下这一面，其实还是挺厚的。
我把背面的那一块刹车皮也给放下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已经磨没有了，已经磨到铁了，看到没？两个对比一下，一点都没有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支架给它卸下来。好，后面两个螺丝卸下来了。卸这两个螺丝费了好大的劲儿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面已经有点锈蚀了，因为长时间不动它，所以一会儿我上去的时候要涂一点 anti-seize 那些润滑液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 bracket， 刹车架子给拿下来了。好了，已经锈蚀的很严重了。这个架子拿下来以后，因为上面有两个 sliding pin， 就这个东西，大家可以拿下来看一下。如果是很脏了，然后皮套漏气了，大家就要把它换掉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还是很轻松的，但这个已经彻底的爆死了，就说明好，我刚刚把这个卡住的 sliding pin 把它弄出来了，可以看一下里面已经没有润滑剂了。然后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和这个两个，这个上面还有润滑剂，虽然已经很脏了，但是还有很多，这个上面已经全是油泥了，看。所以刹车大家做的时候要经常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需要润滑除锈。看这个就很好，这个就压根就动不了。我们先把这个 bracket 给它清理一下，用这个钢丝刷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sliding pin 坏掉的这个 sliding pin， 把它拿掉了以后，你看看里面都已经又是铁锈渣，又是什么垃圾，已经基本上就没法看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新的了。新的就是这个，买刹车的时候他带了4个，一边一个。OK， 我刚刚把这个 sliding pin 的这个洞给它清理了一下。它上面这个 boot 原始的带的是有这个金属的环，那已经锈在里面了，所以刚刚这样子，所以我拿了一把螺丝刀，就这样子给它敲，把它给取下来了。所以慢慢就这样子给它一圈打过去，就这样子就把它弄下来了。你看这样子一个，给它看一下原来的和新的对比一下。现在我们一样画葫芦，把另外一边也取下来就好了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2个 sliding pin 给它清理了一下。看一下，这个是好的那个，这个是锈死的那个。好的那个还是比较光亮的，锈死的那个已经斑斑驳驳了。估计下一次再换的话，可能得把整个 bracket 给它换掉。好了，我把2个 sliding pin 的 boot 给它装好了。大家装这个 boot 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，因为这个 boot 非常娇嫩，很容易就把这个 boot 给打坏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上润滑油。这是我 Amazon 买的 Silicon Ceramic Brake Lubricant， 这一定是要用 Silicon Ceramic Brake Lubricant， 这叫专用的。好，先装第一个。把它磨
非常好。好，也可以看到2个现在都非常好，非常润滑了。好了，把多余的给它旁边给它擦一擦。好了，我们刚刚把 sliding pin 这个清洁了一下，润滑了，重新装好了 boot。接下来我们就把盘给它拆掉。这拆盘的话，就是这里有一个螺丝，把它卸掉就可以把它卸下来了。好，卸这个盘还是挺顺利的，看这样子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，反面已经惨不忍睹了。我们刚才也破了案，刚才那个 bracket 上面呢有一个 sliding pin， 它是锈死了，所以它不会回位了，然后刹车皮就一直磨着这个刹车盘，所以导致了磨损特别快。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开了才4万公里不到，就刹车皮就没有了。这一面相对还是可以的。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一边，只要 sliding pin 锈蚀了，刹车皮和刹车盘会抱死在一起，这样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油耗会蹭蹭蹭往上涨。所以我们这个 sliding pin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坏的，幸好我们现在已经找出问题了，所以就解决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新换的这个盘 ，front passenger side。大家装这个盘之前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脏的东西啊，什么油污啊，可以清理一下先。这个是我一直用的 brake cleaner，remove grease, oil, dirt from brake parts。它是一个高挥发性的 instant evaporation， 所以说你喷上去以后可以把这些油渍啊、污渍给它清洗一下。然后这一面也给它喷上去。好了，干净了。我们现在就把它装上。好，继续把刚才那个螺丝给它上去。好了。我们这个刹车盘就装上去了 ，OK， 接下来就是搞刹车片了。这次换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牌子，是 Power Stop。它是带了一个润滑剂 ，OK， 然后这里面就是刹车皮，你看一下。看原始的厚度就是有1厘米厚 ，OK， 非常好。大家同样也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污渍、油渍。这个刹车皮上面一定不能让它沾到润滑液或者润滑剂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卡扣，就是装在刹车盘前上面固定刹车片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装刹车片了。装刹车片之前，我们要先把这些小的 bracket 把它重新装回到 caliper 上面。好，装好了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刹车片给它装上去。OK， 装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说明书上说要求在这个刹车皮的背面给它涂一点润滑剂。
那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别弄到刹车皮上面去。把刹车卡钳装回去之前，还有一个步骤，就是要把 caliper 上面卡钳上面的活塞要给它归位，就这两个东西，它现在是凸起状态，因为刹车皮薄了，它就要往外伸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归位。那有专门的工具去把它压回去。那我们 DIY 的同志如果没有呢，我是这样子弄的，这一块刹车皮，然后再加一个 C clamp。给大家直观的看一下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。好了，大家看到已经把活塞已经全部压回去了。OK。接下来就是装刹车，那在把螺丝装回去之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螺丝已经生锈的很厉害，刚才费了老大的劲儿把它才卸下来，所以我们要装回去之前，先要上一点 anti-seizure lubricant， 就是一个防锈死的一个润滑剂。就这样子，拿个小刷子在上面均匀的涂抹一层，就像这样子，就可以把它装回去。那另外一个也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均匀的抹一层。这样子，下一次卸下来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卡钳给它装回去了。装回去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后面那个管子，一定要看好，不要让它扭曲了。OK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把这个螺丝上面涂点防锈液。这个也是一样 ，OK。好了，我们的右边那个刹车就这样子换好了。刹车盘其实很简单，就这一个螺丝，有些车甚至都没有螺丝，因为只要轮胎上上去，它盘就不会掉下来。我这辆车就是有一个螺丝。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换的话，几万公里以后，原厂的刹车盘可能会锈蚀在轴承上面。如果盘不打算要了，那就拿个锤子给它里面往外面敲，一边转一边敲，一边转一边敲。卡钳就是下面一个和上面一个螺丝，然后这个 bracket 也是后面一个螺丝，下面一个螺丝，是一共4个螺丝就可以了。OK， 看一下这个换好的刹车，非常光亮。Alright， 现在我们就把轮胎给它换上去就好了。OK， 我们右前轮这个有问题的刹车，我们现在就搞好了，顺便把下级胎也放上去了。接
接下来就把另外一边也一样画葫芦，把它刹车给它换掉。好，我把左前轮的这个轮胎和刹车卡钳也卸下来了。毫不夸张的说，我只用了大概5分钟，因为我上次拧螺丝的时候，我上了一些防锈死的那个润滑液，所以这次螺丝拧得非常顺滑。我们这2个sliding pin 也已经不灵活了，所以要给它拆下来。你看，上去就不能回位了，已经没有那种灵活的感觉了。看一下这个刹车皮，哇，这个是里面的板块，这个是外面的板块，可以明显看到里面那块已经磨完了，你看，而且它是磨的有一个弧度的，这边磨的薄了，这边还有一点点厚一点啊，这一块基本上没怎么磨，这就靠外面的，就是这里的，看一对比，非常明显，一个天一个地。看一下，这是里面那半面，已经惨不忍睹，比刚刚那块我感觉磨得还更惨，磨得还更不像样。这是外面的那一圈还凑合，但是已经不行了。我强烈怀疑就是那个 sliding pin 的缘故。我们第2个 sliding pin 已经弄好了，我把2个 boot 给它换掉了。现在你看，非常顺滑，润滑也做了。然后我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，一定要用专业的这种专门的给 sliding pin 的 brake 润滑的润滑剂，因为这个是耐高温、耐严寒的，0下50度到1600度，这样子的话不怕低温和高温了。那它这个润滑剂跟我们 trailer bearing 那个润滑剂又是不一样的。trailer 这个是也就800度左右的高温，这个是要1600度的高温。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，装这个 sliding pin boot 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小心。你看，这是买刹车的时候带的4个新的里面的1个，然后我装的时候因为也是第一次搞，所以不知道它那么脆弱，然后一锤子下去，一个洞，看到没？还不止这一个洞，这边还有一个破皮的，那个破皮的，所以打这个千万小心小心小心。我想到的办法，这是我的一个切走，就是一个凿子架在这个最下面那个 ring 上面，这样子，然后锤子打这一块就行了，千万不要用锤子直接去锤这个橡胶那个地方，就是把它架在这里。然后慢慢给它这里锤下去，然后换一个地方再锤，换个地方，这样子慢慢把它敲进去就行了，千万要温柔。好了，我们2块刹车皮全装上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刹车给它装上去。我们前面2个刹车全部搞完了，这是最后一个前面的左边驾驶位的刹车。看一下新安装的刹车皮盘。那我简单说一下，这个刹车其实没有太大窍门，就是4个螺丝、卡钳、一个 bracket、2个 sliding pin， 再加一个刹车盘的螺丝。唯一的一个难点在于风吹日晒、雨淋以后，它螺丝或者是轮盘会锈蚀在上面，所以拆的时候可能是就会难一点。当然，如果你能拆下来，剩下的就很简单了。该润滑的润滑。经过这一次的经验以后，我强烈建议每一次换刹车盘的时候，一定要把 sliding pin 给它检查一下，然后润滑一下，不要偷懒。我今天就是吃了这个亏，旁边那个刹车的 sliding pin 已经锈死在上面了，所以就磨得不均匀。还有一个补充一点，就是我在压缩刹车卡钳里面活塞的时候，很多人建议说，打开这个 bleeding valve， 就是这个口，
为什么要开这个口呢？就是为了让它里面的刹车液可以有地方去，因为你在压缩的时候，势必会把这个刹车液给它压回到它的刹车液罐里面去。那如果它液面比较高，装的比较满的话，它可能会把管线给它撑破。从那么几次做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开不开都没关系。但是我觉得倒是做一下bleeding倒是有必要的，因为把刹车液里面的空气给它排出去，就是一个bleeding valve，大家可以开也可以不开，当然是不是强制。我个人觉得不是强制。当然，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，可以评论区里面讨论一下。好了，我们4个下级胎全部换上去了。冬季胎可以放起来了，然后顺便把刹车前面2个刹车全部换了一下。接下来就是用力矩扳手，根据它的要求的力矩来给它上紧。好了，我把4个轮胎重新紧了一遍。好，开完差不多200公里以后，要再一次用力矩扳手给它重新紧一遍，防止它中间再脱落。最后就是4个轮胎检查一下胎压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用到的所有的工具。而这个就是换下来2个前面的刹车盘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盘，反面2个盘已经磨得惨不忍睹，只能用惨不忍睹这个来形容。都是里面那一面磨得多，那一面磨得少。这是一个1字螺丝小榔头，然后还有一个橡皮锤，这是一个凿子，是这样子的，还有一个 C clamp C 型卡钳，润滑油、钢丝刷，扳手啊、力矩扳手这些。其实活是不难，主要是如果是有锈死啊、卡住这种东西就比较困难，因为你没有专业的车行里面的升降机，有时候发不了力，因为你去不了车底下。但是我的办法就用橡皮锤给它敲一敲，敲在这个扳手上面，凿几下就好了。OK，另外就是 WD-40，还有防锈死润滑剂。包括刹车清洁剂也有。OK， 基本上就这么点了。OK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或者意见要交流一下的话，就在评论区见了。